反制终于来了，印度对中国记者的无理，中国终于也硬气了一回。印度两个流氓行为，逼得我国发现仁慈是个大问题。大家好，我是肖云华。经过证实，中方暂停了印度广播公司记者的中国签证。外交部发言人表示，长期以来，中国媒体记者在印度遭受不公正和歧视性的待遇。例如，在2017年，印度在没有给出任何理由的情况下，平白无故把中国媒体记者的签证缩短到3个月或者是1个月。在2021年 ，CGTN 驻印度记者在签证有效期内被强制要求离境，依然没有给出任何理由。然而，在中国，印度记者是受到了善待，依法采访报道权利能够得到充分的保障不说，还可以在签证有效期内多次往返中国。面对如此鲜明的对比，中国不是没有试图与印度方面进行沟通，但非常遗憾，印度方面始终置之不理，到了今天还变本加厉。基于这种情况，就如外交部发言人所说，中方只能采取反制措施来维护中国媒体记者的正当权益。当然，过去的事情并非是最后一根稻草，真正的最后一根稻草或许和近日的2起事件有关。消息称，印度以新华社记者任期6年为由，要求其在3月31日必须离境。几乎同一时间，印度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缩短中国媒体记者的签证，或者干脆拒绝签证，而类似事件在过去不止发生过一次。犹如上述所说，我国已经多次试图和印度进行友好沟通，但印度没有想要沟通的意思，也没有想善待中国媒体记者的意思。不得已，对于这样的过节、这样的流氓行为，我国不能再容忍了。这次的反制非常干脆，既然印度并不重视平等对待，那么中国只有反制。一直以来，中国都希望与包括印度在内的世界上各个国家友好相处，但随着中国这些年来在多个领域的迅速发展，兴许是嫉妒让这些国家迷失了双眼，印度等国开始用这种上不了台面的手段试图和我国作对。事实上，这已经是近日来中国对印度的第2次反制了。当前，我国民政部已经发出公告，增补第3批藏南地区公开使用地名。而对于中方的改名，印度很快放出消息，称拒绝承认中方的改名。可藏南地区是中国的领土，如何改名、怎么改名都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，印度没有资格，也没有权利说3道4。想来是侵略中国的领土久了，真当藏南地区是自己的地盘了。中国不是无缘无故更改藏南地区的地名，究其原因是印度与美国联手，想要从中国手里抢走藏南地区。此前，美国公开将藏南地区划分给印度，印度对此非常乐意，甚至有传言该国计划在藏南地区建设设施。中国向来在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上不做任何的退让，美印公然触及我国的红线，我国自然不会坐以待毙，因此用改名的方式来宣示对藏南地区的主权。本以为这样会让印度知难而退，谁知该国像是报复似的从中国媒体记者下手，强制要求我国记者离境。显然，这直接点燃了中国这个邻居的怒火。既然印度不死心，依然想玩火，那么我国也不会客气，直接一招反制，线下谁求情都不好使。说到底，中国也算硬气了一回。不过面前这样的国家，仁慈本身就是一个错误，意在好好说话，反而会让对方变本加厉。看样只有中国伸出重拳，印度才会知道自己错了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咱们下次见。